今天太晚了，很多店都关门了。你先好好休整一下，内外衣物明天再帮你买。还挺周到。你谈恋爱虽然有点缺心眼儿，当个队友还勉强凑合。饭也吃了，刚才说的行是不行？牡丹，何医生说你更理性，更有能量，可我不这么觉得。小口袋比你勇敢多了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被指证杀人，第一反应居然是逃跑。他们说你杀人就杀人了，万一是栽赃陷害呢？我只是觉得这种事情解释起来太麻烦。逃跑会让事情更麻烦。小口袋不会杀人，是吗？你很了解他吗？当然了解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。为什么你和他？你就是古代。我可不是他。咱们玩个游戏吧。不要先入为主，不要怀疑自己，你要全力为自己辩护。这是一款辩护游戏，你是被陷害的，你要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，全力为自己辩解。限时5秒钟想一条，如果想不出来的话，就你喝；想出来了，我喝。你一共有5次机会，如果最终一条都没有想出来的话，凶手就是你。敢吗？来就来。第一条。时间到。再来。时间到。继续。5、4、3、2、1。想不出来，那么凶手就是你。不是我。古代有好多被拉上公堂的罪犯，都会大声喊冤枉，一顿板子下去，全都着了。我说的不是我。理由？理由就是我跟张通无冤无仇，只有点头之交。我干什么要杀他？我没有杀人动机。好，算一条，没有动机。继续。就算我们有矛盾，碰巧遇见了张通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轻而易举可以撂倒他，我干什么要杀他？好，这条也算。还有，我想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，甚至想走了，我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去那座老桥？我打听到，一共有2个目击者。一个叫马超，一个叫宋铁。据说他们互不认识，但很多隐秘的关系，外人未必知晓。所以不排除他们串供或者故意指认的可能。他们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张通是被谋杀的，凶手肯定希望找个替罪羊。的确，这件事情确实有蹊跷。不过我倒是想看看，到底谁要害我。你先好好休息吧，我在隔壁开间房，明天顺着线索往下查。穆代，主任，穆代他还好吗？
你问那么委婉干嘛呀？罗任，还精分吗？他确实有点不太一样，你们得适应一下。如果他说话不中听的话，就麻烦你们克服克服。他们来干什么？大家都很关心你，而且人都好办事儿。能办什么事儿？除了红纱有点家传的能耐，剩下那2位，凑数的吧。穆代，你个小可怜儿，你看你瘦的脸上都没肉了。你放心，接下来都交给我们。对，师傅您踏实的，待会儿啊，我们就去找那个马超，还那什么铁啊。您这糟心事儿，我们给你摆平。没资质没天赋，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。找男朋友不走心，收徒弟也不带挑的。你说曹胖胖就说，带我干嘛？那个，要不就是咱们回去先收拾东西，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啊，走吧，回去。渣男。是，不错不错。自己没长骨头吗？非得抱着别人。你是别人吗？你是我姐妹哎。怎么样？小分队出动是不是特别酷？有朋友的感觉是不是特别温暖？我不需要朋友。说好了要兜风，跑来这儿看星星。毕竟邮费挺贵的，而且今天天气不错，只可惜这里的星星比起小山河的差远了。是星星差远了，还是心情差远了？毕竟上次陪你来看星星的人是他。穆丹，每个人都有2面性，你何必这么割裂自己？时时强调啊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你在心理诊所跟我说的那些话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早就发现了你那些奇怪的举动，但我什么也没问，也什么都没做，事到临头才来关心你，确实挺可笑的。我在想，小口袋也曾经在心里念叨过吧？所以呢？所以我觉得你们本质没有什么不同。还有，你说穆代太弱了，把生活过得一团糟，我完全不同意。有什么理由吗？穆代有亲人，有朋友，有爱，勇敢又真实。我觉得你应该放下偏见，试着融入他，你就会发现，他其实超乎你想象。确实蠢的超乎我想象。为了对付我不择手段。他绝对不会。理由呢？你为自己辩护的每一条理由，对他来说都适用。因为你们就是同一个人，他只会考虑你和保护你。你也一样，不是吗？你只会在他最危险的时候、最脆弱的时候出现，对吧？你对我的过去知道多少啊？别说的好像多了解我似的。
我是不够了解，但是你的行动已经告诉了我。这些年，你替他扛下了很多可怕的事情，因为你觉得这些可怕的事情，你应付起来更加有经验。一个人的性情会因环境而改变。穆代遇到了霍子红，同时也遇到了你的师傅，还有许多朋友，所以他变得柔软。你变得很爱笑。你不用这么苛待自己。对你不公平，对他也不公平。人需要长大，需要经历风雨，也需要沐浴阳光，缺一不可。一条腿走路会很累。你话太多了。穆代，我感觉有7、8分像了。这2天，我打算把杂货店转手，钱一到位，我就带着画像去小商河，大不了见人就问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揪不出这个人。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，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受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穆代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有预定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基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基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
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可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龙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，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多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叔叔，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龙小刀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，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，可我没想到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罗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是我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
平宁，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泥潭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！说什么？月清，终于抓住了！你说清楚！告诉你的山里，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伊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，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了，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泥潭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这号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言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，我们在鸡同鸭讲。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，他跟凶手打过交道。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谁？张光华是我红姨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二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，大通，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
就在大堂。对。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红姨，来啦！我这个，哎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哎，红姨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儿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？三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，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是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你也不用为黎探感到难过，爱或者不爱掩饰不了，他总会知道真相，他也有权知道。事情好像真相大白了，但是又云里雾里的，好像对娉婷也没什么帮助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啊？追杀不一定有结果，结果不一定让人满意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想，我也该回小山河了。也好，你陪在娉婷身边比较稳妥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下次见。
穆代，说出埋藏心里多年的秘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可一想到，因为我的懦弱和逃避，让那么多人陷入不幸，甚至蹉跎半生，又为这份轻松感到羞愧。红衣决定回一趟落马湖，把未尽的事做完。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也应当有这份勇气，直面过往、当下以及未来。红衣也不让我去找他，洛人还不回消息。为什么还不给我回消息？上下情报。喂，喂，罗刃。不好意思啊，回来之后一直忙聘婷的事情，没太注意手机信息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聘婷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昨天晚上差点把护栏给掰掉，想要逃出去。啊，那么大力气啊！和我叔叔当年一样，身体机能远超常人。好在白天都没什么事情，但是一到了晚上，举止就会变得奇怪。护士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现在应该没事了，护栏也加固了。那总是打药会不会身体吃不消啊？是啊，不是长久之计，但现在除了守着他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那怎么办呀？身体有变化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事情像被附身了。喂，喂，万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穆代。哎，记得，穆小姐。哎，先说规矩啊，在我这儿拿信息得先付钱。不是万叔，这年头客户最重要，是不是？那我红衣是你忠实客户，不是？我是不是你潜在客户？那我将来还能给你介绍客户，是不是？那面对我这个大客户，你要留住我，是不是跟我聊聊，提供点免费服务？这不应该吗？应该的。穆小姐说的极是。行。今天想跟万叔聊点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是经手过落马湖那个案子吗？你也知道这个案子疑点重重，古里古怪的。我就是想说，万叔你人脉广，有没有认识那种比较靠谱的，比如说研究什么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之类的？
我是想着遇事儿找专家嘛，是吧？喂，万叔，你还在不在啊？棍说，这个人呢叫沈木坤，他是个超自然现象研究专家，对古神秘学和外星人也很感兴趣，江湖人称棍哥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古籍看的是一码带一码带的，总之就是个杂家。你问的这个事儿，问他总没错。喂，喂，沈先生，棍叔，你好，我是万烽火的朋友，我叫穆代。哦，小万万介绍的。啊，他跟我说过了。哎呀，这个小万万真是的，我最近忙着写书。那个，既然是他朋友，那给你5分钟。说。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请问您在平时的研究里有没有遇到过那种，就是一个人被某种力量控制，继而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坏事儿，然后这种力量还可以离体再去祸害别人。这个描述的很模糊啊。可能我表达有点欠缺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呢要问我问题，要5个确定的啥人、啥事儿、啥时间、啥地点，有啥与众不同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刚才说人皮。对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缺了一块人皮，还挺方正的。方正？有多方多正啊？有尺寸吗？有，我看一下啊，长23.5厘米，宽5厘米。这不方也不正啊，这是个长条，这个尺寸很特别，指向性非常强。很特别？一看你这个反应啊，你平时你根本就不读书，你根本也不去了解历史，对吧？古代简牍的尺寸呢，它是有规定的，长约1尺。按照当时的度量，现在换算的话，大约就是23.5厘米，23.5乘以5，那是所有木简的常见尺寸。你刚才说那种力量，它可以改变人心，然后让人违心的去做一些坏事儿。对，改变人的想法，让人违心的去做坏事。23.5乘以5，这故事我听过，我还记过，对，但是我这个脑子一下调不到那个频道，我得看一下笔记。你稍微等我一下。小口袋。我叫穆代。对呀，所以你叫小口袋啊。如果他跟你聊的时候给你起的昵称，就代表他真的把你当朋友看待了。这个，依木而生，寄于人身，改变人心，心变则行恶，故曰心简。心简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你是说，叫沈棍的那个人听说过这个东西？他在10多年前的笔记上翻到了记录。星装队长，描述的也很像。哎，他是从什么地方，从什么人口中知道的这个东西啊？好像是这。我找到！别听出声！
这好好的灯怎么砸下来了？品婷啊，快把药箱拿来！罗小刀，快呀！哎呀，品婷，哎！罗小刀，罗小刀，哎，罗小刀，你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喂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事，刚平宁摔了一跤，郑伯吓到了。薛老板娘干嘛呢？你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远啊？哦，那我近一点。你真没事吗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神棍还提到了什么？暂时没别的，这些是他10多年前在北方一带游历时听到的，算是民间传说吧。啊，资料有限。哎，扔这干什么？血都快流干了。你这样处理方法不行的。你不行，拿杯水。啊，行，拿去。哎呀，口子那么深，你这是感染了怎么办呢？你受伤了，严重吗？没事，皮外伤而已，是我大意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平婷又严重了，他可以伤人啊，而且不是简单的伤人。他居然还会用策略。策略？是，他先是把吊灯砸坏，再假装被吊灯砸伤。还好我到得及时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然后护工也辞了。平婷这个状态，我不敢让人靠近她。那你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她这样也找不到人吧？我呀。你？算了吧，平婷现在很危险。罗任，你是看不起我呢，还是看不起我的功夫呢？现在郑伯年纪大了，你又受伤了，娉婷又发病了。你想找个人治住他、看住他，又能是帮忙洗漱的同性，你觉得谁能比我更合适？这不合适，你还在利息，多麻烦啊！谁说我要纯义务帮忙了？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你也知道我在利息，那往返的机票得你出吧？机票没问题啊，得包吃包住吧？没问题。莫台，谢谢你啊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江湖救急。哎呀，你也太见外了吧？那回头见。我还带了箱子。啊，我来。好，谢谢。罗任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能去接你，还用你打车过来。没事，你是伤员。不碍事。活该，早上换药的时候，这血流的还哗哗的，不知道，逞能耍大。老人家说话夸张。走吧。平婷，
这个铁门是新加的。哦，这是铁门的开关。一般饭菜是从这个口送进去。餐具用的都是纸质的。过来。娉婷，他是不是很多天没洗澡了呀？我该干活了。娉婷，娉婷，这个是木代姐姐，她是来帮你的，乖一点好不好？走。走。好玩吧？水凉不凉？娉婷，再转过来点，姐姐给你冲水啊。娉婷，娉婷，娉婷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你给我安分点，早晚收了你。娉婷，哦，来，玩小鸭。没事啊。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皮呀，会动，上面还有花纹？不好说，一闪而过，我也没太看清楚。像是寄生虫啊，就像是某种寄生生物和宿主之间的关系。对了，当时娉婷还在哼歌，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我发一个视频给你看。你稍微等一下啊。棍叔，你这还用智能手机呢？谁规定我不能用智能电话？我跟这个时代又没有脱节，怕你们烦我，所以。这调子是娉婷哼的那首歌。你谁呀？哦，他是罗刃，我之前提过的。沈先生您好，我是娉婷的监护人，也是木代的朋友。小口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对比了很多娉婷唱的曲子，它就不是普通的那种曲子，它是像冷泉地区的一种起神的时候唱的曲子。那娉婷和叔叔为什么要哼这种歌呢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还要调查一下。小口袋、小萝卜，你们接着研究一下，有新的进展就给我打电话，没有新的进展就不要给我打电话。哦，好。小萝卜、小口袋。哦，这是沈先生的个人习惯，没有贬义啊。他给你起昵称，主要是因为他把你当朋友，是对你的肯定。而且小萝卜这种东西，营养这么丰富，很多地区都叫它土人参，它是变着法儿的说你是人参的。不好意思，把人参水溅你脸上了。谢谢。
是曹兄啊，这生活如此美好，你为何在这儿叹气呢？追梦路上的坎坷你不懂，人都说山不向我走来，我便向山走去。这好，山安了轱辘跑了。小山河离咱们这儿这么远，那罗什么家里那点破事儿，还得小老板娘亲自去。我要在啊，肯定不会让他自己去。去也得跟个人去啊。是。哎呀，可怜。张叔，您去过小山河吗？没有啊。没去过就对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那地方特别的危险，必须得有人陪同。干嘛你去过？我当然去过了。还有那个叫什么罗任的，道貌岸然，伪君子，连曹胖胖都说他是个跟踪狂。这种人你能信？有这事儿啊？不是，也可能是一误会，因为什么？我还告诉你啊，小老板娘那人她脾气倔，那电话里边叫不回来。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派一个有勇有谋的人过去接应一下了。张叔，这老板娘把他托付给你，要是他出了任何的问题，张叔你这难辞其咎啊！是得找个可靠的人过去。找谁呢？你别在我眼巴前晃悠了，行吗？我瞅着你都虚。我算是瞧出来了，你纯粹是为了逃避劳动，借着开张叔的油享自己的福。我告诉你呀，这打工人想偷个懒也正常，难道你想劳动啊？啊？哎，说真的，你会去看墓代吗？我去啊，我怎么不去啊？我去拍个照，打个卡就行。嘿嘿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呗。我干嘛去？人张叔只答应给你包食宿，没有我的份儿。这我包吃包住，你就蹭吃蹭住呀，你自己带个路费就行了。拉倒吧，你就是嫌一人玩没劲，拉我过去当伴游。哎，你这可是恶意揣测我了啊！我可是真的是为你着想的。你想想，你不是要拜师吗？啊，这山不向你而来，你便向山而行。那山你离远去，你便追着山跑。你不远万里跑去小山河，多心诚啊！那再无情的师傅都会被你感动了。说下去。我再说，那毒妇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直接表演一个从天而降，救他于水火之中，他怎么办？他还不得哭着求你，曹元华，你是我的好徒弟啊！13000，虽然你在说这套言论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膈应人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嘿嘿，人才。那走着。吃脸上了，哼，慢点吃啊。你先去吃饭吧，我替你一会儿。你行吗？你这儿？放心，休息得很好，恢复得也差不多了。行。哎，
你嘴唇裂了。喝水有点少了。别舔。嗯，越舔越干，喝水也没用。是吗？你带唇膏了吗？我走得急。好。你先用我的吧，待会儿我给你去买。谢谢。等一下。啊，我不介意的。好了。谢谢。那我先去吃饭了。哦，木太，来，吃饭，请坐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。这2天可多亏了你。你可不知道前2天那简直是一团糟啊！哎，罗仁在楼上呢。他看着娉婷吃饭呢。他俩兄妹感情真好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罗仁刚到罗家的时候，范宁不爱说话。那娉婷呢，就像个小尾巴似的，他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哎，来喝点汤。谢谢郑伯。后来呢，罗仁走了，不住这儿了，但是他们俩的情分没变啊。有一度我跟他叔叔还想撮合他们俩呢，哎，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档子事儿啊！撮合他俩？他们不是兄妹吗？哎呦，同姓没有血缘关系，哎，叫兄妹啊，那只是随口一叫而已。随口一叫，吃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来帮忙的，知道吗？人罗任、娉婷郎才女貌的在一起多好啊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瞧你这人，老实做事，听到没有？别想东想西的。没喝的了，别找了。哎，小楼盖的真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等啊，等，我觉得是那儿，这边再走就偏了。你看那箭头，是不是？是，再往前走过折了。走。就这儿，只能是这儿了。我给张叔先打个卡。连个门铃都没有。哎，我看不见，你往那边点。怎么样？看见什么没有？哎，我看见了。咱们这算不算私闯民宅啊？我也没闯进去，我这顶多就私看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有什么发现？没看见什么呀？你瞎呀？哎，我看见一木条封起来的窗户。封住的？对。哎，那木条那缝里边有个女人。那女的是木代啊？不是，肯定不是小老板娘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那种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囚禁少女？赶紧下来，咱报个警。哎，别，咱们都还没看清楚呢。要是弄出乌龙来了，那小老板娘还在里边，你还要不要当徒弟了？我还要不要活了？说的也是啊。那你继续观察，争取看出点有用信息。哎，我看见那悍马了。废话，罗忍呢？木代。哎，来了。怎么事啊？还看啥？如果没看错，这俩哥们儿是你店里的吧？我还看见监控。
别客气，随便坐。哎，没事儿，喝点水吧。说吧，来干什么来了？小老板娘是这样的，我们就是看你走了好几天了，甚是想念呢。言瞎话，麻烦尊重一下彼此的智商。这有什么不能直说的？你说，张叔很担心你。他担心我什么？这么老远的地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而且这又是一个底细不明的家伙，他。不是，张叔他不认识你啊，他就知道你是男的，他是女的，那你们俩一起出去，那他能不担心呢？是。张叔这边呢，我会解释的。你们俩啊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别在这儿碍事。别呀，小老板娘，我们俩是千里迢迢跑过来，你水都没喝上一口，我就是。哎，来，出来一下，搭把手，买的东西太多了。罗振，哎，郑伯，你们是谁啊？他们是我，他们是木代的朋友，来小山河住几天。正好，嗨，今天的羊腿肉不错，我忍不住多买了一些，哎，正发愁吃不完呢。你们来了太好了，人多热闹，哎，都把它吃掉。来，哎，我烤给你们吃啊！哎，师傅，我会弄那羊腿，您给我那种。谢谢。来的，和您一块儿买菜，在哪儿住吗？来，这边。好嘞，来，郑伯，来，郑伯，吃点烤肉吧。哎呦，辛苦了。你们来了真热闹，这吧，尝一尝。不是这一点活不让我们干。坐着。多好。呵，怎么样？不好吃。真不好吃。郑伯，我来了，你给娉婷送一点。好。郑伯，这个瘦肉多一点。郑伯啊，把餐具都换成纸质的，别让他再碰硬的东西了。好。这差不多了吧？好吃吗？那西红柿更棒，我菜色了。13000呢？拉屎去了。哦，多好的羊肉啊，没那命，虚不受补，吃点就算了。想什么呢？你还没睡啊？我在楼上看你在这儿，是不是吃油腻了，胃不舒服？没有，我在想娉婷的事儿。我刚才给关叔发信息，问事情的进展，他还没回我。事情太奇怪了，估计他也很懵吧？不会吧？术业有专攻，反正我相信他。谢谢你啊！啊？谢谢你。小狗蛋，你发的这个图太重要了，我一下想到了人皮上的那个图案，它有可能它不是图案。它是一种文字，上古的文字，上古的刀子。刀子。每个盂县人偶的凶案现场，
都有人拿个刀，难道这是辛简的杀人方式？现在的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：每次这个图案一出现，聘婷就发作。难怪娉婷疯了似的想逃出去。罗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！和我叔叔一样，要去杀人。那咱们寸步不离的守着他，别让他有机会出去。他要一辈子这样呢？而且我觉得守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你们发现没有？娉婷，她为了逃跑，她不惜跳楼，3楼那么高，跳下来，万一摔死了呢？为什么跳得那么义无反顾？你们想一想，有没有一点点的可能啊？她什么可能？我就是猜测。你们看啊，那个刘罗聘，这3个人，那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一个人死亡，辛简才会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辛简就会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他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确实有这个可能。有人死了，辛简才能离体。那假死呢？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这也不是治本的办法。辛简离体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，伤了别人吧？小古代，你说的很对，我继续研究。有消息，我马上电话你。停电呀，吓我一跳。你也别气馁，凡事往好处看，咱们现在已经摸到点头绪了。木代，你受伤了。哦，你说这平衡手膜会滋生细菌。谢谢。对了，我一会儿在附近的宾馆订2间房，晚点儿你带曹艳华他们过去住。啊！1万3闯祸了，你赶得走没问题，不用连我也赶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是一会儿有人过来修窗户，会很吵，而且你也没睡，对吧？还有，你别怪1万3他们，我让他们出去住是为了安全起见。